垃圾比亚迪，轻轻一叫人家小车轻轻一撞。比亚迪官方不是说亏电油耗3.8吗？我这还市区跑的，外面零下8度，200块钱也就跑个400多公里。空调24度，别的都能接受，你费油就费油吧。这个噪音呐，跟拖拉机似的呀，嗡嗡的，这个车浑身都震。哎呀，这个比亚迪这个琴呐，咱就是说，你普通的像这个级别的油车、新车，也就5、6个油吧，它最起码噪音没那么大呀。比亚迪，这是第2次买你，这辈子不带买你的。什么破玩意儿？2022年的比亚迪汉，它为什么要卖掉？开个1、2万公里，它亏一半，它都要卖掉。你想知道原因吗？我们收车的原因无非就是有钱的换车，没钱的卖车。但是卖这种车的可不是这种想法。这个车今天我开了2公里，中间停了3次，走不动了，它失速。满油满电，你踩油的时候它显示什么蓄电池故障，那个故障，它只要有故障它就不让你走了，你踩油门不走，只能踩刹车，只能靠边停下来。那我走的是普通辅道，如果我走的高速呢，我能停得下来吗？这就是人家为什么开个1万公里或2万公里把它卖掉的原因，肯定是不顺心，兄弟们。还有这一台2022年上牌小鹏 P5 新车落地是不是得20多万？来开个1、2万公里，现在卖价卖12万多，我收车价格最多11万多。为什么卖掉？肯定是不好开，开的有毛病。以前造小孩玩具的，骗小孩的，现在把这个玩意儿你放大一下，骗大人来了，你买一次你就后悔了，真的。我们做二手车贩子，平常出门你问我们开不开电车？3、5公里可能开个电车，如果我要去趟太仓，去趟连云港100公里以上，我绝对开油车，因为我对它不放心。但是我说这话肯定有开电车的人喷我，因为他害怕，他们买的就是电车，知道吧？都说电车不好，我都买了怎么整？是不是？当你卖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亏钱都是小事儿。这真是买前一朵花，买后豆腐渣。看得见的地方精装修，看不见的地方搞减配，这也是为什么马路3大妈的销量依然坚挺。这是一台21年的新能源车，贷款还没还完就开始生锈了。每天发生的各种自燃视频也是删都删不完，尽管就强大的全网扫描审核员，也还是能看到一板车一板车的烧。这次的理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冬天温度太高了，导致了线路起火，跟车身电池没有关系。这台500万内最好的 SUV 也是完美全损，又可以拉动点消费了。电车自燃目前是无解的，这是最近国家消防局在发布会上正式对外公布的消息。人家消防局负责人说的非常直白，目前的新能源车有2个突出的毛病：第一，锂电池的热失控不可避免；第二，灭火救援的难题没有有效解决。简单来说就是电车确实容易起火，而且起火之后扑不灭。而且消防局太强调，目前的消防设施对于电车自燃的问题难以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咱们现有的停车场、地下车库都无法应对电车自燃的问题，着了就只能等它烧完。其实锂电池是危险品这个事儿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在航空海运等领域，锂电池一直被当作危险品来对待，只不过用在电车上，很多人不愿意相信，或者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儿。所有危险品都会给贴上危险标识，但是人们屁股底下那么大一块随时自燃的电池却没有，还在大力推广，这真的很难理解。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特色。12月11号的下午2点46分，深圳南山区有个叫乐府27的住宅楼发生火灾，据说是天然气爆炸。这个事故造成了一位女子 S。这个楼总共是42层，它是中间的那个28层着火，同时27层、29层、30层都着火了。最后消防在31层做了一个围堵。最令人痛心的就是楼上的那一家女住户，也就是从楼上掉下来的那个女孩，在被大火逼到阳台边角处，就连掉下去之前还拥抱了一下她的小狗，也就是通报中一人 S 的那个女孩。这个房子很贵，这是一个豪宅，在深圳的南山区，贵的时候就是20万每平米，现在降价了也就是15、16万。
17、18万的这个样子，单套都是大几千万。事故的起因目前说的是燃气泄漏导致的突然爆炸。诡异的是，现在找不到责任人了。现在女孩的 S 楼上的住户承重梁有裂痕，有可能变成危楼，这些都没人管。爆炸的住房是断供的法拍房，长期的空置意味着前房主、前房东不是责任人，因为房子是抵押物，断供查封之后，物权就属于银行了，而银行也不是责任人，因为银行只和抵押物价值评估以及借贷凭证有关系，房屋隐患由竞拍人自己承担，法院也不是责任人，因为法院只负责房产的查封，贴封条同样不对资产质量负责，房屋是2轮的流拍状态，也没有竞拍人，长期的空置连租户都没有，燃气公司也不负责，因为燃气公司定期派人上门检修，空置房屋没有人无法检修。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鉴定为危楼，其他的住户平白无故就没了一套房子；如果不是危楼，交易价值也会下降。这里的均价平均20万每平，这个交易的价值估计的损失大概几百万，甚至于1000万，但没有人为此买单。让我们走进二手车市场，看各位车行老板今年的亏损如何。采访一下王总，今年你亏损最多的一台车是多少钱？4个 W。4个 W 是对呀。什么车型？大排量5.7V8。这种车还好卖吗？那个6个。为什么你会亏钱呢？我卖的是今年亏损最多的是哪一台车？亏损。你这个没素材。下一个，采访一下性能车行老板。白总，今年亏损最多的车是哪一台？亏损一台R36。哎，亏损多少钱？现在亏7个 W，还没买不起。236是打算如何处理？哪点的了？打算叫到买呗，那等处理。反正你要么自己开呗。心疼不疼？手不疼是假的。那祝你早日大卖。大哥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老是碰这下打牌啊？打牌不费钱。知道了。用多次。我想采访你一下，可以吗？说。我想问一下，你亏的最多的一台车是哪一台？特斯拉。亏了多少钱？7万2。一台车吗？对。今年总体感觉亏了多少？今年可以，今年太好了，今年没亏钱。为什么呢？因为是去年亏的，我今年没买车。采访你一下，你说，今年你亏的最多的一台车是多少？4万2千吧。什么车型？啊，对。一台车亏10万吗？对。今年总共亏了多少钱？40多。40多？对对对。你怎么这么敢说实话？这还是不能说实话的，是知道。请问以后的日子怎么过？采访你一下，问你个，请问你干二手车今年赔的最多的一台是多少钱？5万。什么车型？G18。一台G18赔5万。对。还有比这个更多的吗？没了。那你打破以后怎么干？以后不干了，以后早好早晚吧。采访一下，今年干二手车亏钱亏的最多的一台车是多少钱？那必是特斯拉呀！我原本以为你说特斯拉会挣钱呢。也挣，有挣有赔，很正常。我一个月挣10万的时候，我也没说过；一个月赔10万的时候，咱也得自己趴头哭，无所谓。但是最近特斯拉刚刚掉完钱。哎呀，赶紧出去吧！老板，采访你一下行吗？不行，你录视频的行吗？行不行？行。我采访你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干二手车赔钱最多的是一台什么车？不要生气，快。不给录，不给录。谦虚了。不给录。说一下不要紧，不录。没有眼泪。随着 OBD 检测报废的辟谣，二手车商也是心慌慌。这位二手车商表示，新车况况降价的时候咱们也没怕过，这二手车卖不掉的时候咱们也没怕过，但是你看新规年检啊，我是真的慌了呀！你看我这场地1000多台代步练手车，如果检不掉通通啊，全部都要拉去报废。目前啊，整个昆明的二手车市场的现状就是很多车子呢卖不掉啊。
全部堆积在场地上。你看我这1000多台现车，这些二手车呀，几乎都没有怎么开过，都是车主买了新能源以后置换下来的车况都是非常的不错。你看这些 K5，3万多块钱一个 B 级车，你不要说你买二手车，你买新车，你买个混动，买个烧油的，6年以后你车子还需要上线检，难道你几十万买个车？开个6年你就要开去报废吗？真的为了刺激老百姓消费啊，把我们普通老百姓那是折磨的遍体鳞伤。你们韭菜呀，光光都割不完啊！你看以现在这种造车水平，一台燃油车你再开个10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我场地上这些车子，随便花个几百千把块钱打整一下，跟新车它就没什么区别。明年新能源的电池又要检测了，那混动也要检测电池，你换一块电池不是几百，不是几千块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建议大家以后咱们就开自行车。我跟你说电动车、电动摩托车都不行，因为电动摩托车它也要检查 OBD， 也不能买。咱们就开个自行车上路的了。现在啊，那是造车的合法，卖车的也合法，就是我们开车的不合法。所以以后哈，我建议大家就骑自行车上路了。再搞一批神秘车辆，家人们知道什么车吗？这批车老有意思了，最终的归宿去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这个车指导价23万多的，这个车什么配件它都不缺，但是它无法上路，挺有意思，给你们看看，能看出来吧？这是一款哪吒 GT 的跑车，怎么就整成报废车了？也不缺零件啊！看这内饰啊，雷霆嘎巴，信不信？总里程367，呵，这大屏还带个大天窗，哎呀，当零件卖可惜了。但是没办法，家人们，因为每一个车企造出来的车必须要合格才能上路，说明这车呀，要么就是当实验车用了，要么就是不合格降级了，不满足上路上牌要求，所以只能走向报废了。老外就没有国内车企玩的话，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慢慢退出国内市场。就在刚刚，通用表示，受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的影响，通用已经遭到史无前例的困境了。这次我们会花27亿美元关闭和重组上汽集团合资工厂的生产线，预计总损失高达56亿美元。同时，我们会采取减少库存、按需生产、保护价格体系和降低固定成本的操作，来实现更好的盈利和发展。也就是说，将来的凯迪拉克、别克、雪佛兰会有某些车型会停产，而且预计年底工厂会进行裁员。不得不说，真是太可惜了。美系车可以说是所有车型里最良心的了，给你最低的价格，却又最高的安全性和配置，但在网络上还是被骂惨。同时，大众也没有逃过，上海大众工厂永久关闭，一个时代结束了。上海大众第一工厂已经在国内发展40年时间，国内第一辆桑塔纳就是从这个工厂生产的。该工厂年产量高达16万台，接近40年的发展历史。上海大众第一工厂的永久性关闭，预示着一个时代结束了。从此，上汽大众第一工厂不再生产燃油车了，生产线也将部分拆除。更加悲催的是，其他的工厂也传出进一步调整。继上周宣布出售新疆工厂后，南京工厂也或将面临出售的命运。据内部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产能利用率低下，大众汽车集团已经做出了出售南京工厂的决定。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市场拥有庞大的生产基地网络，包括上海、长春、大连、南京、仪征、成都、佛山、宁波、长沙、乌鲁木齐、青岛、天津和合肥等地的39家工厂。然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大众汽车不得不进行业务调整，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此前，今年9月曾有媒体报道大众南京工厂可能关闭的消息。对此，上汽大众回复媒体称，这是基于企业战略规划，响应市场趋势的正常且必要的经营行为。如今，随着出售南京工厂的决定浮出水面，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的业务调整步伐似乎正在加快。大众南京工厂位于江宁经开区，建于2008年4月，拥有冲压车身、油漆总装、4大整车生产车间。生产包括大众帕萨特和斯柯达速派等车型。上汽大众南京工厂原隶属于南京汽车。2007年，上汽成功收购南京汽车，南京工厂由上汽大众使用。2008年正式挂牌，成为上汽大众在上海以外的首家工厂。其实，在去年，上汽大众要关闭南京工厂的消息就透出了一点风声。
但官方一直没有回应。据内部员工爆料，不少人收到过上汽大众南京工厂的一份调查问卷，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员工是否愿意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接受海外工作的调动。不过具体变迁时间还未确定，工厂后续是关闭还是出售也暂无确切消息。这下国内的车吹们都沸腾了，尤其是部分汽车自媒体异口同声认定油车天塌了，新能源汽车已天下无敌了。事实真是如此吗？看看新能源汽车在世界上的占有率。2024年前10个月，全球汽车销量7421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1407万台，占比只有19%。纯电汽车占比12.2%，世界上新能源汽车占比较大的几个国家，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英国22.7%，法国21%，德国17.3%，美国9.5%，加拿大6.8%，巴西3.2%，日本2.9%，印度0.2%，其他的国家可以忽略不计。世界上新能源销量最大的是我国，2024年前11个月。我国新车销量1783.64万辆，其中新能源车总销量834.14万辆，占整体销量的46.8%，比油车低6.4%。数据显示，世界上燃油车依然是市场的绝对主力，新能源汽车要想打败油车，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国内这样自己玩的市场，假如有一天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扶持没有了，新能源汽车和油车实现油电同权，那时还有多少人会购买新能源汽车呢？现在中国汽车行业就是劣币在驱逐良币，老外也是体面的很。通用汽车居然准备了127亿美元，约合920亿人民币，用来赔即将被裁员的中国区员工。这个金额差不多是通用汽车今年全球前3季度的利润总和，这才是伟大的百年车企，即使不赚钱也要尊重。再看看我们自己遥遥领先的汽车品牌，中秋节就发1块月饼和2罐可乐。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1个月1天都没得休息。准备裁员那时候就想方设法逼你自己走，1分钱都不想赔你。外企的下线是劳动法，而国内的汽车品牌的上线是不要脸。很多时候对自己最狠的就是那些所谓的自己人。内卷怎么办？那就读书，因为读书破万卷。没有钱怎么办？那就读书，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没有颜值怎么办？那就读书，因为书中自有颜如玉。没有气质怎么办？那就读书，因为腹有诗书气自华。长得矮怎么办？那就读书，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